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人是听不明白中国人说的好赖话的，就是你这句话是夸他还是阴阳他，在他耳朵里是一样的。我家这位大胖媳妇尤其严重，我一直以为她是心大不内耗，然而最近我们家意外发现了一个多年未解之谜：大胖媳妇耳朵聋。又到过年了，承蒙厚爱，我们家要去北京卫视参加春晚录制，导演组让我们家一起唱首歌。录制当天，我和孩子们都是20分钟结束。生长在悬崖，张口秋春又来，能让心血润滑。哎呀，太棒了！大胖媳妇把整个录音棚录疯了。向东去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玩的。录音老师刚开始信心满满，说这样别着急，我们现场给他示范一下就好了。去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When my hands goes down, your voice go down. 春又来。向东去春又来，崩溃了！大胖媳妇非常委屈，说我觉得这个录音公司有点针对外国人，就抓着我录到半夜，那该咋是咋的。你把我唱的和原唱，你发视频让广大群众评评理，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后来在场有个搞音乐的人跟我说，姐，这种情况我们见过，到了他这种五音不全的程度呢，他唱不对是他耳朵有问题，咱们能听到的各种音调的区别，在他的耳朵里听到的是一样的。你不信观察一下姐夫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症状。我当时还不信，但是马上张大铁回家阴阳他爸，他爸听不出来，我才开始琢磨，好像是有道理。因为汉语一模一样的话，你用不同的语调就代表不同的语气，甚至导致意思完全相反，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永远不懂汉语言文学的核心阴阳怪气。你做过了3遍，我做过好多遍。是你多厉害呀！妈，你那歌唱的我都服了，真的。你也很厉害，谢谢。那耳朵不好使，我们只能多练。我平时没时间陪他，他就爱找小度天天闺蜜机 Pro 4K Max 聊天，独处的时光还能用小度追剧、健身，万向轮推哪儿都方便。想客厅 K 歌、打游戏也不在话下。32寸4K 护眼大屏，超绝视听享受，有爱更懂你。我家这父子关系目前还不错，全靠大胖媳妇耳朵缺陷，屏蔽掉了张大铁对父亲所有的阴阳怪气，要不然早伤心了。我的天哪！我跟你讲了吗？你唱不够我。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张大铁这句"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是一句经典的东北讽刺，但大胖媳妇以为这是一个问题 question， 还有谁高血压，并做出了回答。我的妈妈高血压。张大铁也懵了。谁问？你挺累的。还行，其实没事劲儿啊。是谁都看不出来。慢点，你别累了啊。不会。所以你说，要不然大胖媳妇活得快乐呢？我采访了一下大胖媳妇关于儿子对她的情感。哎，你如果用3个词来概括张大铁对你的情感，应该是什么？喜欢、崇拜，还有离不开。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给我逗稀了。都是你家人吗？我们家来了3外国人，收拾我是这样子，我爱看男人。你不也是外国人吗？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吗？你生啥气呀，张大铁？人家说的也没错。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You are half Canadian。你不要说话了。张大铁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但是他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他们来的头一天呢，我妈刚走，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就有点小心眼儿，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叫《亚洲雄风》，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然后我们就上车了，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全家都能坐下，要不还得辆车。登上长城，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于是《亚洲雄风》这首经典名作，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我们亚洲山水共的头。那仨人虽然听不懂，但是吧，他特别洗脑，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他们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张大铁呢，因为是儿童，票挂在了他爸名下，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扣在了旁边。张大铁非常不高兴，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护照的都搁这等着。张大铁咆哮了：我不是黑的，我有黑口，我有黑口。
我呢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人家有英语团，他说不用。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我拿钱，他嫌贵也不要，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他说行我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薅羊毛非可一个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温迪听不懂，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温迪记住了，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还特别精准，数10个数一回首，数10个数一回首。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妈，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现在车里老凉快了，车里边随便玩，车外边随便照。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享受速度与激情。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更平稳。这车不错吧，温迪？不错。够用。最后下长城之前，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一问价22块钱一个。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各种自拍，各种发。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到了张大铁手里，化干净了。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张大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放。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张大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张大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你去虾。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张大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张大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他付款的时候这个逼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张大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2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张大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结果呢？翟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翟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基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妍速修精华放心多了。功力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2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张大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我向你飞越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那是我的。